看完这，那又到了第2季度伊始啊，各家的迷你主机新品都陆续上市了。这是咱们年后开箱的第1台迷你主机，天贝的 GM12 Pro 这是第2台迷你主机，天贝的 GM10。12 Pro 大概的是885HS 啊 ，GM10 呢这个是7940HS 啊，对，这个885HS 呢就是7840HS 的换皮版。都说黄教主有演一部好片就演一部霸总剧，奖励自己的习惯。AMD 呢在移动端现在是发布一代性能王就能换个皮，再躺平一代了。那玩笑归玩笑啊，这一代的提升毕竟还是有的啊，没什么算力的 AI 它也似 AI 呀，未来可期嘛，对吧？好了啊，既然这个 CPU 情况介绍完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2台机器。那现在应该有不少人买的已经到货了吧？我这2台也都是量产版，应该是跟大家一样的啊。GM12 Pro 还是比较显眼的，因为这里有块小屏嘛。那咱就先说这个屏，其实带屏的 Pro 版还有一个指纹模块，所以比 GM12 要贵。能多块小屏幕和指纹模组其实还好，但是取决于各位的需求。那这块屏幕有对应的软件，这个软件呢目前只能说够用啊，毕竟还是有点 bug。硬件的温度、频率、功耗显示它都可以实现，但是屏幕上呢它做了一个切换动画，屏幕的刷新率又比较低，所以就还挺抽象的。我建议呢直接把切换动画取消。当然了，屏幕也能当动态相册用，不过只能上尾缀为 JPG 的图片，而且分辨率必须是960×376才行，不然是不能用的。它没有内置图片处理的模块。主要亮点介绍完呢，剩下的咱们就按照流程走啊，大家可以先3连，然后根据进度条去跳转。首先来看外观和接口。GM12 系列还是常规的 NUC 尺寸，只是略高一点啊。接口部分呢，前面有一个全功能 USB4， 2个 USB 3.2， 一个耳麦接口以及一个 OAK-Link 接口。这个接口呢，待会儿拆解的部分再继续说。后面分别是一个全功能 Type-C， 2个 2.5G 网口，一个 HDMI， 一个 DP 以及一组 USB 2.0。那显示接口多达4个，其实还挺全的了，而且给了一个 DP， 对高刷屏更友好啊。但是后面这个 Type-C 呢，它毕竟是机器的供电接口，所以就没有做成 USB4， 倒是也省成本了。然后我们拆开机器后盖，可以看到它内部有2个 M2 接口，都是 PCIe 4.0乘4的。无线网卡英特尔 HR200呢，受限于机身尺寸，还是在其中一个 M2 硬盘的下方，天线则是粘到了机器的塑料底壳上。无线网卡和天线的这个位置不够理想，而且机器的外壳本身也是铝合金的，所以跟这2年很多机型一样，对 WiFi 信号都会有一点影响。如果使用 WiFi 的话，建议不要离路由器太远吧，能稳定一点。然后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OAK-Link 接口其实是单独一小块副板，把 CPU 的 PCIe 通道引出来了，所以 GM12 的 OAK-Link 接口跟2个 M2 是完全不冲突的。GM10 呢拥有比 GM12 系列更迷你的机身，而且塞进去的是7940HS 非常离谱。它在前面有一个全功能 USB4， 2个 USB 3.2， 一个耳麦接口以及一个 OAK-Link， 后面则是 DC 供电口，2个 2.5G 网口，2个 HDMI 以及一组 USB 3.2。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超迷你的机身给双网口的意义真的不大，改成单网口的话就有空间做一个全功能 Type-C 跟显示器线通了，这应该更加符合这种超迷你主机的定位，对吧？现在呢就更像是小部分群体的玩具。拆开底盖可以看到 GM10 是直接做3个2280的 M2 接口，而且都是 PCIe 4.0乘4的，甚至连无线网卡它都不是板带的，是借了 OAK-Link 那块副板的光搭了一个顺风车这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方案呢当然了，没看到内存，那是因为它板在了32G 的 LPDDR5 内存，不然也做不到这么迷你的机身内能有3个2280的 M2， 而且还不跟 OAK-Link 接口冲突。所以这俩机器的设计其实还都挺有想法的，拓展性也确实算是比较不错了。配件方面的话，2款机型配备的都是120瓦的小型适配器，来自行家，然后都有一个壁挂支架，脚垫呢我贴在了机器上面，是8毫米厚的，挺高。注意这俩机器都没有配送 HDMI 线，当然的话，现在一般买显示器呢都是带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它们的性能吧。它们俩的 BIOS 都有3个性能档位 ，GM12 Pro 能做到最高65瓦 ，GM10 是45瓦，因为它要更小一点。然后使用显示器一线通的话，需要在 BIOS 里修改性能模式到静音档位，供电上限设置到80瓦。我使用显示器 PD 90瓦 Type-C 接口可以正常的烤机 ，GM12 Pro 可以有40瓦的功耗。其实885HS 和7940HS 的具体性能我这1年都快测烂了，所以这次我就只测了65瓦的 GM12 Pro， 数据呢我也就放在这儿，不一一念了吧，没啥意思。咱呢就直接进入这俩机器的烤机测试部分吧，毕竟这俩油的性能过剩，还是使用体验更重要一点。那么这次烤机呢，我引入了探针式的测温仪，分别在机身以及散热鳍片出风口的位置布置了探针，而且烤机时长延长到了半小时。这个烤机软件界面没动，是因为版本有点老，它出现了假死，半分多钟才能刷新一次数据。但是烤机的负载是持续的。
GM12 Pro 这个结果呢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无论是噪音还是温控都非常好啊，甚至在散热鳍片的出风口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热。至于 GM10呢，30分钟的烤机表现也非常不错，噪音、温度同样控制的非常好啊。只能说天贝的这套散热模具确实是有点东西的，据说呢也都是上了均热板的，但是这俩机器我发现啊自己没工具拆，所以就没拆开。反正从烤机结果看，确实是挺不错的。不过啊，我这一转折呢，就又要说点不好听的了。那这俩机器的散热目前看着确实是没啥问题，在已经发布的机型里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但是这个防尘设计还是能再改进改进的。你看 GM12 Pro 底盖的这个开孔吧，它就有点豪放，再加上机器的垫脚给的比较高，系统风扇的尺寸也挺大，这猫毛啊，它就身不由己的飘进来了。GM10的底盖跟 GM12 Pro 是一样的豪放派，而且侧面进风孔也是比较豪放的。那这俩机器长时间使用就要注意清灰和清毛了。当然，如果你家有这个扫地机器人啊，什么新风系统啊，可能这个情况就不那么严重。另外，这俩机器的开关键啊，这个听感还是比较清脆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吧，在这个核心体验方面呢，这俩机器都做得挺好，可能在这个做工方面还有一些优化空间。当然，这个在价格上都是有体现的，毕竟它们相对便宜一些，所以天贝的这俩产品呢算是优秀啊。希望下一个机型可以继续朝着完美的方向再迈进一步。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真开箱的全部内容，记得3连，我是阿正，关注我，订阅下方迷你主机合集，收看更多好玩有趣的迷你主机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